每一个提问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台新车都应该配得上期待。这里没有化繁为简，只有抽丝剥茧；这里没有似是而非，感觉就是脑洞大开。只有不吹不黑。买 Model Y 其实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国产的底盘，再加上先进的智能电动系统。这里没有不明觉厉，只有摄像头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像一个得了近视眼的人。只有不破不立。这里没有人云亦云，只有去伪存真。直接就喷掉了，像放烟花一样的那种效果。知乎汽车的答主们在此集结，拨开迷雾，一拆究竟。又是特斯拉。哎，老婆，特斯拉的股票涨飞了。哎，老婆，特斯拉出了辆新车。哦。老婆，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Model Y。你又买车？知乎大佬们都说了，这辆车集合了很多高科技的。高科技？你花了多少钱？不多，30万。30万？你真买车了？你买真车怎么不跟我说呀？老婆，我错了，别生气啊。就是这辆车呢，它集合了马斯克和特斯拉最新的高科技。你别念叨了，天天这个特斯拉那个马斯克的，你当他是你 idol 吗？买周边了花30万给他做应援吗？老婆，别生气了，我嘴笨，说不清楚。但是这个特斯拉里面的高科技是值得购买的。又来！知乎的各位大神们，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特斯拉 Model Y 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高科技，能让它这样着迷？将整个车身用一台铸造机给压铸出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想法。借这次拆解的机会，我把 Model Y 和 Model 3的零件做了一个全面的对比。从零件数量来看，这个供应率仅在25%。从一体式压铸到热泵，特斯拉的迭代怎么说呢？脑洞大开。买周边了花30万给他做应援吗？老婆，别生气了，我嘴笨，说不清楚。前面的小哥，你嘴笨解释不清楚，没关系，我来帮您解释解释。看懂汽车工艺，辣手摧车解析。大家好，我是 Lich。谢邀，挚友们，大家好，我是 Lich。特斯拉作为最具科技感的造车公司之一，它在自动驾驶和电子座舱方面一直引领着行业的发展。同时，它在传统汽车制造部分也进行着大胆的尝试和突破。相信大家对特斯拉的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造机还有印象。它在专利里提到，将整个车身用一台铸造机给压铸出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想法。我们这次对 Model Y 进行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拆解，现在一个金属车身已经完全裸露在我们面前。虽然没有像专利里提到的整体压铸车身，但是可以发现车身的后1/3的地板结构已经完全被一个巨大的铸铝件所替代。不是说铝合金铸造是多么复杂的工艺，而是这么大的一体铸造零件在业界确实非常先进。采用这样一种工艺带来了很多好处。根据零件设计时的经验值，零件重量大约可以降低10%到20%，这为整车电耗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减少原先大量零件带来的高昂设计费，缩短了开发的周期，并且铸造件带来的这个高刚性和精度
对悬架安装和性能的提升带来了很大好处。底盘开起来会显得特别的整，噪音表现呢也会有提升。同时，悬架运动时的一些定位参数能够得到保证。虽然铝合金的材料费要远远高于冲压钢板，铸造机的费用也十分高昂，但是一体铸铝件减少了大量的钢板之间的焊接工艺，所以整个厚底板的成本不会带来本质的增高。那么这个铝合金铸造件和周边钢板冲压件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因为铝合金和钢板之间是没有办法焊接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材料，所以就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工艺，这就是自冲铆、流钻螺钉、拉铆和粘接技术等等。首先，连接铸铝件和钢板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螺栓连接，在铸铝件和钢板上分别冲好安装孔，在钢板上焊接好螺母，通过螺栓紧固。这种方法难度最低，但是它的成本是1毛2分钱一个普通焊点的10倍。其次，自冲铆是在 Model Y 上广泛使用的一种工艺。自冲铆是一种对精度控制非常严格的一种连接工艺。铆钉在压入2层板后，口部会扩大，像一个带尖嘴的楔子，使得这个2层板紧紧地锁在一起。不论是哪个方向，2层板都很难使它们分离。除了上面提到的螺接和自冲铆工艺，铸铝件和钢板之间采用了大量的结构胶粘接。大家一定会对结构胶的连接强度产生疑问。其实目前结构胶能做到的剪切强度可以达到7到15兆帕，那么普通钢板的强度一般在300到400兆帕。但是由于结构胶粘接的面积要远远大于焊点的面积，以普通焊点10厘米的间距举例，一条结构胶的面积大约相当于焊点总面积的20到30倍，这样才使得结构胶粘接也能达到相当的一个连接强度。结构胶连接常常不是作为一种单独的连接工艺存在的，而是与螺接、自冲铆这些工艺配合使用。当然，我们在特斯拉 Model Y 身上还是看到铸铝件和铝板之间的焊接工艺，它用在后地板一体铸铝件与轮包上部铝板之间的焊接，焊点直径要明显大于普通钢板焊点。纵观整个车身 ，Model Y 和 Model 3零件的共用率并不是太高。媒体宣传整车的共用率约为70%。借这次拆解的机会，我把 Model Y 和 Model 3的零件做了一个全面的对比。从零件数量来看，这个共用率仅在25%。拿底盘零件举例，前后副车架是共用的，但是前悬架的各个摆臂、转向节、制动零件都不同。零件改动的驱动因素是不一样的。例如，因为 Model Y 的整体车高增加，那么转向节的高度也就得跟着增加。根据我们实际测量的数值，转向节加高了20毫米左右。同时 ，Model Y 比 Model 3的轮距增加了56毫米，这个数值远远超过了车轮能够调整的范围。车轮调整范围过大的话，会对轴承造成偏窄，影响其使用寿命，所以必须对 Model Y 的摆臂进行加长。如果按零件重量统计，这个共用率大概在65%左右，但我们其实更倾向于零件个数的共用率。因为另外75%的零件是需要重新开发的，这个重新开发的比例是由数量决定，而不是重量决定的。说回 Model Y 的制造工艺，马斯克之前宣称 Model Y 的电线长度会缩短到100米，但是这次拆解发现 Model Y 的电线长度和 Model 3的电线长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Model 3顶配版的电线长度大约在1900米。特斯拉的一个结构电缆显示，它会采用类似我手里拿的这块柔性电路板的结构，这种电缆能够很容易通过机械手臂完成安装，大大的降低人力成本。同时，这种电缆具有一定的这个刚性，能够在很狭小的空间里安装到指定的位置，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拿我手里的这块柔性电路板举例，它的长度大约在15厘米，但是里面传输的通道有8条。所以这一条15厘米的电线就相当于1.2米的这种普通电线，所以可以做一个展望：当特斯拉在后续车型应用此结构电缆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将整车电缆长度缩短至1到200米。从前面聊的这些设计可以看出，特斯拉一直在为高集成度做自己的努力。后面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没有什么关于车身的问题是拆一辆车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拆一辆。大家好，我是整车架构开发工程师姐夫哥。谢邀，我是姐夫哥。特斯拉的思路非常简单，那就是化繁为简。一般车型的后地板结构大概会有60个左右的冲压钢板拼接而成，而 Model 3的冲压件的数量大概超过70个。一体式压铸工艺可以将这一堆零件集成为一个，连接点的数量由原来的700到800个左右，减少到现在50个以内，而制造时间也可以由原来1到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现在3到5分钟。那一体压铸工艺是怎样的呢？将融化的铝合金溶液从一个端口注入到套筒中，然后活塞推动，快速并高压的将铝液注入模具中，待铝液充满整个套筒之后，快速的将铝液压射到模具内，最后冷却形成零件结构。传统压铸件的材料需要经过2个阶段的热处理，才会形成稳定的性能。但特斯拉做到了通过材料的优化，不需要热处理，铸态的零件材料既可以满足零件的性能要求。另外，在重量上，一体式压铸后地板相对于 Model 3可实现10%的减重收益，但是在成本上并没有增加。传统5公斤左右的铸铝结构件，材料成本占30%，而工艺成本占到了70%。特斯拉此次采用的一体式压铸后地板结构，材料成本占70%，而工艺成本控制在30%。但是铸铝材料并不是完美的，铸铝材料的机械性能相对于钢制车身，抗拉和屈服强度它是偏低的，但是铸件的结构可塑性比较高，所以在结构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加强筋的结构设计来实现不同区域的强度要求。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担心一体式压铸后地板结构会带来维修成本的问题。我们在整车设计过程中一般会分为低速碰撞区和高速碰撞区。低速碰撞区一般设计可更换的前后防撞梁这样的结构，一旦发生低速碰撞，可以更换这些结构来维修。但是车体上高速碰撞承载区一旦发生高速碰撞，无论是何种车身结构，维修成本都是不低的，而且大概率会导致整车的报废。那这样激进的制造方式其实也是有短板的。压铸过程将铝液填充到模具的腔体内，在远离浇铸口的地方容易出现气孔疏松等质量缺陷。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较大吨位的压机。在压机吨位增大之后，也会带来铝液的快速流动，会充斥到模具，从而影响到模具的寿命。那为什么特斯拉会选择后地板结构作为一体式压铸结构呢？特斯拉的工程团队在整车的开发过程中秉承着2个理念：一是不断追求整车的集成效率；第二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据不明渠道消息说，特斯拉正在开发一体式压铸前舱结构，再下一步应该就是一体式压铸增舱结构，为最终实现 CO2 car 这样一个更为高效的集成理念走下坚实的下一步。总结一下，在我看来，特斯拉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为了缩短从材料到产品的实现路径，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或许这已经揭开了汽车行业又一次变革的序幕。冷热分明，徒手打通电动汽车的中枢神经。大家好，我是 Leston 许。谢邀，我是 Leston 许。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前舱。尽管 Model Y 有一个很大的前备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前舱里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前备箱的壳子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工程师在这里满满当当的布置了非常多的零件。这里最出风头、最有意思的就是在 Model Y 上首先应用的热泵空调系统。这是整个空调系统的核心零件。这是电动压缩机，现在这台压缩机外面包裹了海绵，然后呢，它把悬置做的非常的软，用手就能直接的晃动。
我猜测这样做的好处是最大程度上减少震动，但是悬置方式所带来的耐久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这是冷凝器，这是气液分离器，都是空调系统必要的零件，其他车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而我们来到空调系统的背面，就是最 amazing 的地方了。这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八爪鱼形象的八通阀，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介绍它。因为电动汽车自身特性没有传统车上的发动机来提供大量的没有用的热量，所以要加热座舱只能依靠电池宝贵的能量。再加上低温情况下电池的活性降低，所以冬季的续航一直是电动汽车使用起来的最大的痛点。之前大多数电动汽车，包括2020年前特斯拉的所有车型，都使用传统的 PTC 加热，类似于电热水器，消耗1度电的电能呢，它就释放1度电的热能，相当于花1块钱买1块钱的东西，天经地义。但是电池里的每一份能量都这么的宝贵，那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让1块钱掰成2块钱用呢？热泵空调就是这个思路。夏天我们吹空调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凉风，但是反过来想，这个时候的汽车也在对外吹着热风，其实就是把车内的热量搬运到了车外。热泵空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把这个过程倒过来，把车外的热量搬运到车内。如果花费1度电的能量就能够搬运2度电的热量到车内，那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目的。但是热泵空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之前往往在比较高端的电动车上才能得到应用。特斯拉并不是行业内首个应用热泵空调的车型，在这之前，国外的大众 e-Golf、日产凌风，国内的上汽荣威 EI5、Marvel X、广汽 Ion LX 都应用过这个技术。Model Y 的热泵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为热泵匹配了我刚刚所说的 Octovalve 八通阀。传统车企在开发电动汽车热管理架构的时候，或多或少沿用了传统汽车的思路。传统车有发动机作为热源，它可以提供几乎用不完的废热，所以热管理系统的主要任务呢是散热。而电动汽车不一样，电机效率普遍在80%甚至90%以上，废热相比发动机要少得多得多。冬天气温低，电池要加热，座舱也需要加热。而在经过激烈驾驶之后呢，电池电机可能又需要散热。3电与座舱空调在不同条件下对散热和加热的需求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套智能的热管理系统，将动力系统需要散发的热量转移到座舱去，那就是取长补短，正正好好了。在这里特斯拉开发了一套全新思路的热管理架构，把车上所有的热量统一起来管理。在上一代 Model 3上面呢，那时候特斯拉还没有用上热泵系统，它用了一个设计非常巧妙的 Super Bottle， 采用一个4通阀，将电池与电驱、电控的热管理系统整合在了一起。所谓的4通阀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可以改变空调系统不同零件间管路连接方式的阀门。当电池需要加热的时候，那就把电机和逆变器的废热释放给电池，甚至利用电机堵转降低效率来发热，来加热电池，还取消了电池的 PTC 加热装置。但是在那套系统上，加热座舱的 PTC 还是存在的，并没有得到取消。Model Y 在 Super Bottle 4通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特斯拉用2个4通阀叠起来，组成了一个8通阀 Octovalve， 彻底把空调与3电热管理系统整合了起来。上一代 Super Bottle 上，特斯拉设计了一个超级英雄的卡通形象，这次呢，索性把 Octopus 八爪鱼的卡通形象打在了这个8通阀上，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阀门，可以改变9根管路的连接方式，实现12种制热和3种制冷模式。它带来的直接收益就是前舱的散热器由2个减少到了1个，完全依靠复杂的控制策略来实现热量的合理分配。这样一来，电机电控的废热不仅能够用来加热电池，还能够用来加热座舱，电池也能够利用热泵空调来加热和冷却，甚至在冬天温暖的阳光下，车内被晒得很热的时候，还可以把车内的热量输送到电池储存起来，等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出来。此外，还有更骚的操作，特斯拉的热泵空调还彻底取消了高压 PTC， 取而代之的呢是用压缩机来直接产生热量。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同时打开空调的冷凝器与蒸发器，将通过冷凝器的热空气再循环回蒸发器，蒸发器吸收的热量与冷凝器排出的热量相抵消，输入到车内的净热量等于压缩机输出的能量。说人话，这就好比你冬天的时候家里没有热空调，却只有一个冰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冰箱的门打开，这样看上去冰箱是在制冷，其实冷热的源头都在室内，压缩机做工的那份能量最终还是会释放到室内，是可以给你取暖的。当然这样做冰箱的压缩机很容易坏，也可能容易引起家人对你智商的误解，所以回家千万别这么做。但是 Model Y 上的压缩机的功率在5到6个千瓦，
这和目前主流的 PCT 加热功率是差不多的，在这套逻辑下是可以提供足够的制热功率的。好了，看完这很骚操作的热泵，再来看看刚刚提到的会发热的电机。一般来说，电机工程师是希望电机的效率越高越好，也就是发热浪费掉的能量越少越好。我们知道，在乘用车上使用的电机一般有2种选择：永磁同步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这是特斯拉 Model Y 上拆下来的驱动前桥，这是后桥。这边前桥使用的是交流感应电机，后桥使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它们各有好处。交流感应电机很容易可以把功率做得比较大。恒定输出的情况下呢，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复杂交变工况和小负荷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呢，它比较适合作为工业机器设备的动力源。在汽车上呢，可能更适合美国的路况，长距离恒定的高速行驶比较多。但是到了东亚和欧洲，主要是城市拥堵和山路交变工况的情况下呢，就显得水土不服。永磁同步电机虽然正好能弥补交流感应电机的缺点，但它也有个问题。就是如果4驱车在前后各配一个永磁同步电机的话，那在低负荷的情况下，前桥的电机呢一般是在空转的。这时候永磁体转子在定子内不断的旋转，会产生反向电动势。换句话说，它在拖这辆车的后腿，消耗车的动能，产生热能。这个问题呢有2个解决方案，要么是给前桥的永磁同步电机增加一个机械的离合器，让它不工作的时候不要转。比如上汽 Marvel X 的4驱版本就是这么处理的，要么就是在前桥直接使用一个交流感应电机。而从 Model 3开始到 Model Y， 特斯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动力配置可以确保在中低负荷驱动，也就是占比最高的工况里，它是一台高效的后驱车；而真正需要动力性发挥的时刻，它又是一台强劲的4驱车。从一体式压铸、限速到热泵，特斯拉的迭代怎么说呢？作为一名汽车工程师的感觉就是脑洞大开。这个行业的发展的确需要许多创新思维的引入，不仅仅是在商业模式的层面，在技术的层面更是如此。在手机市场，我们看到国内各家厂商的新鲜尝试层出不穷，相信在电动汽车领域，来自国内各路诸侯的技术创新，应该也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了。先生，这就是您的特斯拉 Model Y 了。恭喜您啊，成为了我们第一批用户。这款车的科技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需要我再带您了解一下这款车是如何使用的吗？不用，我已经非常了解了，谢谢。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了，祝您用车愉快。行，哎呀，发个圈炫耀一下。全国首提第1辆特斯拉 Model Y。哎呀，让我看看，一群羡慕嫉妒恨的人来喽！哟，韭菜上线，喜认电动爹。随口 diss 人，车都没摸过，懂什么啊？不会吧，不会吧？你等等再买呀！现在买是等着被割韭菜吗？你们懂什么啊？早买早享受，我买的早，我乐意，我提前享受高科技。什么高科技？也就是一部加肥加大版的 Model 3嘛，零部件都是共用的。切，就你懂，键盘侠。先生，这就是您的特斯拉 Model Y 了，恭喜您啊，成为了我们第一批韭菜。韭菜，给特斯拉当韭菜，我觉得值。我凭实力享受高科技，你们凭实力酸。那特斯拉就是凭实力割韭菜。韭菜上线，喜认电动爹。等着被割韭菜吗？也就是一部加肥加大版的 Model 3。请问知乎的各位大神们，到底特斯拉为什么可以凭实力割韭菜呀？特斯拉对于低成本的追求近乎狂热，相比于其他同级别车型，所以股价并没有进行整体的电影。我大胆的预测，可能可以节省1万元左右的成本。低配版的 Model Y 的起步价可能下探到25.99万元起。
暴力拆车只说有用的，我是佳明。谢邀，我是佳明。2020年的中国电动车市场被国产特斯拉这条鲶鱼搅得天翻地覆。随着国产 Model 3的价格降了一轮又一轮，国内的韭菜也被割了一波又一波。意外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特斯拉的销量。2020年全年，特斯拉的累计销量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3.7万台，荣登了中国新能源车销量的榜首。特斯拉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魔力，让大家心甘情愿地被割韭菜？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根本原因是因为特斯拉在豪华电动车领域拥有着无可匹敌的品牌形象。即使是不太熟悉电动车的人，只要一提起特斯拉，高端、昂贵、科技的形象就浮现在脑海中。早期的特斯拉几乎只卖100万以上的豪华电动车，马斯克将创新、颠覆和黑科技打造成了特斯拉的品牌基因，而这种基因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来说都极具杀伤力。当然，售价只是结果，产品实力才是基础。续航、加速、自动驾驶3个指标始终作为特斯拉的看家本领。而现在推出来的一些新车型上，这些功能也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始终保持着对行业里面其他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不过我们也知道，只销售小众化的100万豪车显然不是特斯拉的目标。要割韭菜，必须要让大家都买得起才行。因此啊，凭实力割韭菜的第二点，在于特斯拉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敢于牺牲品牌定位、以价换量这样的决心。以价换量，损失了品牌形象，但是获得了销量和利润。这条路其实是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他们要制造的是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电动车。特斯拉对于低成本的追求近乎狂热，有的时候甚至是让传统车企感觉无法直视。以内饰的设计来说， Model 3和 Model Y 极简的设计，在很多传统车企看来是几乎不合格的。奇怪的是，没有引起太多消费者的反感。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内饰的设计风格和其本来就十分冷酷的这种极客的形象是很契合的，它反而还营造出来了一种品牌的格调。这种降本的方式非常值得传统企业来学习。特斯拉凭实力割韭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韭菜群体需求的精准打击。其实，割韭菜这个说法，更多的是特斯拉车主的一种自嘲。也许再过几年，市场上的电动车都会像手机一样，快速更新、快速迭代，不断的给消费者各种新奇的体验。到时候，人人都是韭菜，韭菜就不再存在了。降成本不能降体验，人机交互我有经验。我是 Sunflower GGG。谢邀，大家好，我是 Sunflower GGG， 本职工作是汽车产品规划。之前在整车厂参与过纯电平台的国产化落地项目，特斯拉自然是当时重要的研究对象。能够凭实力割韭菜，除了足够亮眼的品牌形象与产品实力，当然还需要有足够低的成本来预留降价空间。降低成本的方式有2种，首先可以油改电，基于现有的燃油动力车型去开发纯电车型来节省开发成本；另一种则是通过设计上的整合，充分利用纯电动车型的技术特点来降低成本。我们先挑一个大家来到车内都能很直观看到的内饰讲起。特斯拉从初代 Model S 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极简的内饰设计，在其走量车型 Model 3与 Model Y 上愈发激进。硬件设计上，传统汽车内饰常见的交互设计被尽可能的整合进了触屏与方向盘旋钮等位置，整体上用极简风格来实现。在 Model Y 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中控屏幕、方向盘控制滚轮、方向盘后方的几个拨杆、车门上的开门与开窗控制按键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的硬件交互方式。
缺少了传统车企在车内常见的很多硬件交互，比如车灯控制模块、后视镜控制模块、娱乐系统调节、音量控制等等。这些功能控制模块被特斯拉都集成进入了中控屏幕。大致估算一下，这样的物料成本在一些车型上直接可以减少1000到2000元人民币左右。这样的做法打破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不损失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成本的下降。最近也被不少厂商学了过去。不过，这些硬件设计真的没有必要吗？传统车企在很多交互设计上的延续的应用设计，其实是在沿用客户之前养成的使用习惯，更多的是在安全上有所考量。在一些非驾驶任务上保留了硬件交互，确保驾驶员可以在一瞥之间确认硬件交互的位置，并实现整个任务无需将视线离开路面。但在特斯拉上，这样的设计被推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传统车企中设计上可以盲操、可以快速完成的操作，被隐藏在了2级菜单中，或者需要前排驾驶员经过多次操作才能实现。在不够熟练的情况下操作，确实是比较危险的。这些传统车企的交互设计也并非只是车企层面的自发行为。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之前就推出过一份关于限制减少驾驶员分散注意力的文件，虽然是一份非约束性、自愿性的文件，但是在交互界面设计上，这份文件提到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这里面有提到单手可操作性、便于查看、伸手触及的设计要求等等，再加上另外一条对于非驾驶任务的视线离开路面的时间要求，完成非驾驶任务时视线离开路面的单次时间需要小于等于2秒，整个任务中视线离开路面的累计时间需要小于等于12秒。那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减少了交互设计中对于驾驶员注意力分散的可能，就保证了车辆在行驶中的安全性。如果有其他厂商也跟进学习特斯拉，为了追求成本下降而过度降低交互的便利性，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当前我国的汽车行业蓬勃发展，我个人非常希望国内相关部门也可以参考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这份关于限制减少驾驶员分散注意力的文件，推出类似的规范或者指导意见。当然，成本下降的思路也不止于交互设计上的整合。有对比才有伤害，我是对细节斤斤计较的三金哥。谢邀，我是三金哥。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特斯拉 Model Y 想要凭实力割韭菜，那么首先它要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换句话来说，就是它成本要足够的低。而我就来为大家讲讲 Model Y 是如何在电子电器方面实现降本的。从 Model 3开始，特斯拉的电子电器架构就为降本做了许多努力，并且也将其努力的结果延续到了 Model Y 上，通过零部件共用来进一步控制 Model Y 的成本。先来说第一点，特斯拉 Model Y 中除了非得保留的几个开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实体开关。即使是手动雨刮调节、雾灯开关、手动开启大灯、后视镜调节，也得在大屏上操作。而方向盘调节和巡航开关则是集成到了2个滚轮之中。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减线束长度之外，其本身的物料成本也可以大幅度降低。那么根据我的估算 ，Model Y 在这方面就可以节省200块钱左右的成本。而除了实体开关，在其他零件方面，特斯拉 Model Y 也是能省则省。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延续了 Model 3取消仪表的设计，由中控大屏的左侧显示驾驶的相关信息。那么参考同级别 ABB SUV， 还有特斯拉自己的 Model X 的配置，如果 Model Y 要配仪表，那么大概率会要是一个12.3寸的全液晶仪表。那么这样一块仪表，如果包含控制器在内，其成本大概在1000块钱出头。如果不含控制器，仅仅是一个屏幕，那么成本最起码也得600块。那么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取消开关跟部分零部件，还不足以将线束长度缩短这么多。特斯拉 Model Y 上以位置区分的预控制器也为此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就是我说的第2点。以往呢，汽车上的控制器都是按照功能来区分。那么比如说像电动汽车，它就会有电机控制器、电池控制器、空调控制器、充电控制器等等。那么后来随着汽车芯片算力的提升，部分车企开始将功能相似的部分控制器合并为按功能区分的预控制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成本。而特斯拉 Model 3跟 Model Y 则打破常规，以位置划分出了左、前、右
车身预控制器以及中央计算单元，如雨刮跟电源管理模块就分配给了前面的前车身预控制器，而左侧车门跟车窗就分给了左车身预控制器，右后视镜、右车窗、右门就分给右车身预控制器，以此类推。而中央计算单元则是集成了智能驾驶辅助、信息娱乐这几大功能。这样一来，除了动力系统跟底盘系统之外，原先的10几个控制器就缩到了这几个预控制器上面。那么虽然单个预控制器的成本相较于原先的控制器会有一定的上升，但是总体上的物料成本还是会下降许多。那么这部分节省的物料成本，差不多相当于一部最新的智能手机。除此之外，零件和线数大幅度减少之后，工人组装的工时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对于生产的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从而最终降低人工成本。而具体到控制器内部，特斯拉 Model Y 其实也是采用了许多非常大胆且巧妙的设计。那么以中央计算单元为例，特斯拉 Model Y 的中央计算单元一共有2块 PCB 板，其中一块负责智能驾驶，另一块负责信息娱乐。那么先说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自动驾驶这块 PCB 板。从 HW 3.0 开始，特斯拉采用了其自研的自动驾驶芯片，这一块芯片的算力就有72 TOPS， 并且还有一块完全相同的芯片作为全量备份。那么根据相关机构预测，特斯拉这2块芯片的总成本只要$190，而 HW 2.5 时代的3块英伟达的芯片成本就要去到$280。那么在信息娱乐这块 PCB 上 ，Model Y 并没有采用大部分车企会选择的 ARM 架构芯片，而是选择了 X86 架构的英特尔 Atom A3950作为其主芯片，可以说是算价比极高。那么为什么别的车企不采用 X86 架构的芯片呢？主要还是因为 X86 架构的生态不够好，英特尔推广了10多年，也一直没有特别大的成果。不过这些对于特斯拉来说都不是问题，只要性能足够强就可以，生态好不好没关系，我自己找人来开发上层应用。这也是特斯拉车机应用明显少于国产品牌的一个原因。那么作为补偿，在特斯拉这么大的采购量面前，我相信英特尔会给出一个极为公道的价格作为回报，这一点你懂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在特斯拉大胆创新的努力下， Model Y 在电子电器方面，相比于其他同级别车型，可能可以节省1万元左右的成本，而体现在售价上，可能就是2、3万。这也是特斯拉可以凭实力割韭菜的底气所在。捂紧你的口袋，不要成为韭菜。大家好，我是唐岛湾。谢邀，我是唐岛湾。特斯拉 Model Y 的拆解过程中，我发现几点有意思的地方。第一是特斯拉 Model Y 的配置和功能。首先是特斯拉 Model Y 的前排座椅，我们发现前排座椅的标签上名称是特斯拉 M3MY 8项电动座椅及头枕总成，也就是说，特斯拉的前排座椅 Model Y 和 Model 3是用的同一个座椅。对于 SUV 和轿车来说，两者坐姿是不同的。特斯拉采用的方式是在车身和座椅之间加一个支架，把 SUV 的座椅升高。这样做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成本，两台车共用一套座椅。缺点就是座椅滑轨比较高，中央没有封死，有一定的危险。举个例子，后排饮料滚至前排会卡住刹车。把座椅拆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座椅骨架并没有进行整体的电泳，只是对可见部分的滑轨和滑轨连接的支架进行了电泳，这也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没有电泳的骨架在长期的潮湿环境中更容易生锈，对座椅强度和安全性都会有影响。在座椅之外， Model Y 的内饰氛围灯为单色不可调，前大灯不带转向头灯功能，车门音箱采用最廉价的织物包覆，车门储物槽采用无纺布包覆，这些配置也对不起30万元的售价。在天窗玻璃和车门洞之间，正常车型是顶棚来覆盖。由于 Model Y 拥有超大的玻璃天窗，这个位置的截面尺寸非常小。特斯拉采用的是跟立柱类似的低压注塑工艺，注塑材料在单价成本上比传统的顶棚材料更便宜。这个我们姑且叫做顶棚的顶饰件，在 B 柱后侧做了分件，
在成本和合格率上都有优势，更容易安装，工厂的装配效率会更高。但分缝会影响外观，硬的顶棚手感和舒适性上会大打折扣，更容易产生噪音。在拆车之前，我们用手捏顶棚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坏路条件下也很容易发出异响。第二项就是法规复合项，特斯拉少了很多安全必要的标签。在 Model Y 上有2个要吐槽的地方，特斯拉的后排座椅有中间头枕，对于后排座椅中间头枕，国标15083明确规定了头枕的高度是要不小于700毫米。在 Model Y 上，头枕在最低位置时，明显是要小于700毫米的。实际上，头枕的最低位置并不是它的使用位置，头枕在最低时并没有锁定，只有把头枕升高，头枕导套才会把头枕位置锁定，此时才是头枕的一个使用位置。一般车辆都会在头枕上加一个标签，来告诉消费者正确的使用位置，比如比亚迪汉的头枕标签，而特斯拉 Model Y 上并没有类似的标签。如果在头枕的非使用位置，当发生追尾事故时，座椅的鞭打伤会对中间乘客的颈部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也是法规要规定头枕最低高度的原因。所以，如果您的 Model Y 中间位置要坐乘客，记得提醒他把头枕抬高，这样在安全性上才有保障。在拆解内饰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于副驾驶气囊、左右座椅侧气囊、左右侧安全气帘这5个安全气囊零件，在内饰件中并没有做 airbag 的标识。在国标11551中明确规定了必须要有 airbag 的字样。特斯拉是不是出于简约内饰的统一风格而忽略了法规的存在呢？这样是否满足法规要求，就存在很大的疑问了。综上，特斯拉之所以能不断降价，在内饰材料的选择上、座椅等功能件的功能配置上都有所缩水。当然，如果特斯拉节省的成本能够反映到终端售价上，对消费者也是一件好事。揭开汽车制造成本的底库，买车不识途。Hello， 我是郑迅。谢邀，我是郑迅。Model 3一次又一次的发送大礼包，连续降价。Model Y 的入门价也从此前的48.88万一次降低到33.99万元起，给盲店的朋友们发了15万的红包。我们不禁要问 ，Model Y 到底能降到多少钱 ？Model Y 和此前的 Model 3到底有哪些异同？相似的配置2台车，为啥仅仅差3万块？那下面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揭秘一下。行业里呢，已经对 Model 3进行了海量的拆解和分析。根据车企奔驰 Mark 团队的测算 ，Model 3的不同版本硬件成本其实在17到22万之间。那各个系统的零部件呢，包括的主要供应商如下。经过测算，我们就发现 Model Y 的硬件成本大概是在19到25万。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豪华品牌同级的纯电动的 SUV 做了硬件的比例的对比，我们发现 Model Y 的动力系统、智能网联和电子电气架构的成本比例均高于传统的豪华品牌。那而在机械系统这一部分呢 ，Model Y 的成本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那通俗一点说，买 Model Y 其实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国产的底盘，再加上先进的智能电动系统。那说到 Model Y 的成本呢，大家不要高兴得过早，硬件成本呢不等于终端的售价。那终端的售价要包含研发呀、制造呀、销售的成本，并且呢这些成本呢也随着销量不断的在变化。所以一台汽车的终端售价要远高于硬件的成本。另外呢 ，Model 3的定价和 Model Y 的定价其实呢它是有一定的协同关系的。根据测算 ，Model 3入门版的直接硬件成本约为16.7万元，每年30万产能的规模下，直接人工成本、折旧摊销包括其他成本约为2.9万元。在这个规模下 ，Model 3的毛利率高达27.3%，超过了行业的平均水平。未来 Model 3将进一步规模化的降本 ，Model Y 也将进一步规模化的降本。假设降本5%，毛利率调整到行业的平均水平20%，则 Model 3对应的终端售价为22.37万元。结合特斯拉一贯的风格，我们大胆的猜测 ，Model 3的起步价有望调整到22.99万元起。一般来说，豪华品牌同一级别的产品，相似配置的 SUV 的定价比轿车
贵了20%甚至更多。定义为 SUV 的 Model Y 比轿车 Model 3贵了仅仅10%，用户的好感度极大的提升。那我大胆的预测，低配版的 Model Y 的起步价可能下探到25.99万元起，有没有惊喜到你呢？100年前，福特开创了汽车流水线作业，推动了汽车产业的第一次变革。50年前，欧洲车企以多品类的产品推动了汽车产业的第2次变革。今天，特斯拉的出现推动了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新变革。我们沉醉经典，又向往未来。现在，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分工模式更加高效，软件定义汽车，用户定义体验，企业定义生态。在物价飞涨的时代，汽车行业始终以更先进的技术、更低的价格提供更优质的体验。从这个层面看，人人都是受益者，没有韭菜。哎，吴海，哎，人在上海刚下飞机，好，先这样啊，哈哈。哎呀，这是舅妈吃水果啊。哎呀，大外甥啊，去年就听说你要买车子了啊，想好了吧？买什么？当然是高科技新能源啊！哎，舅舅，我打算买特斯拉 Model Y。特斯拉？哎，那个不是电动车吗？又不便宜了。特斯拉好哎，高科技大品牌，有保障。特斯拉安全吧？哎，前几天我看到有一条新闻，有部车的自动驾驶出问题了。哎，我给你看看。来看一下能不能？哎呀，闹，你看，这一看就是自动驾驶装上去的。这么大的障碍物，人怎么可能看不见了？跟你说，现在这个自动驾驶啊，吹的凶，这个开起来呀，提心吊胆，比自己开还累了。哎呦，不行。哎，你看还有一条特斯拉自燃的消息。哎，你看，边上那部车也烧起来了。你看到没有？哎呀，外甥，现在特斯拉的翻车新闻这么多，你这个 Model Y 是新出来的，里面的水深不深了？哎呦，你得好好再考察考察。是。知乎的大神们，我想知道特斯拉 Model Y 在哪些方面是最有可能翻车的？我们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工程师可能没有想过哪一天需要识别货车的箱体顶部，由此造成了这次事故。全玻璃车顶安全吗？我有了一个恶毒的想法。国内厂商已经把激光雷达的价格降到了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了。马斯克，咱们考虑装一个吧。电芯和模组层级的这么一个热适控的测试，友情提示一下啊，非专业人员切勿模仿，如有模仿的话，后果自负啊。让机器看懂世界。大家好，我是诸葛有余。谢邀，我是诸葛有余。OK，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翻车事故呢？让我们拨云见雾，看一下背后的机制和原理。众所周知，外星人马斯克一直主推以摄像头为主的辅助驾驶方案。在他看来，视觉是最好的感知，人类能靠视觉对灯光、颜色、图案、物体类型等众多信息进行识别。那么作为车，它也可以。于是特斯拉推出了基于摄像头为主、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为辅的 L2 级别辅助驾驶方案，并声称后期可以达到 L5 级别的完全无人驾驶。于是，在国内出现了隔空互怼的画面。如何评价特斯拉发布全自动驾驶硬件，并表示傻瓜采用激光雷达？何小鹏朋友圈回应马斯克 diss， 双方争论的激光雷达技术是怎么回事？目前国内的自动驾驶处于什么水平？我们对 Model Y 的传感器布置、背后运行的神经网络以及最后的实际评测来看特斯拉真实的辅助驾驶水平。特斯拉既然一直倾向于以摄像头为主的解决方案，那么它是如何做到360度覆盖？如何做到远距离观测？这些指标与摄像头的选型、FOV、分辨率、安装布置方式等密切相关。我们着重看一下 Model Y 的摄像头的传感器安装。首先，它有前方3颗摄像头，分别安装在挡风玻璃后，分别负责看前方60米、150米、250米的物体。左右2颗前侧式摄像头安装在车辆两侧 B 柱上，识别距离80米。目前市面上的量产车型仅有特斯拉这么安装。左右2颗后侧的侧式摄像头
安装在前轮的翼子板上，识别距离100米。还有最后后方一颗摄像头安装在汽车尾部，识别距离50米。特斯拉的这套摄像头安装布置方式与英伟达开始合作 AP 2.0代起，到现在的 FSD AP 3.0代就从未更换过。另外，它还有前侧1颗毫米波雷达与前后共12颗超声波雷达的感知方案。这里我们以更具象化的形式展现传感器的感知距离。特斯拉8颗摄像头实现360度的感知范围。说完硬件，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它的软件部分及神经网络。这张图是特斯拉的神经网络视觉闭环系统，它是整个一个闭环的一个流程。特斯拉的这套视觉闭环系统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一、采集数据，打标签，送入到网络进行训练，生成服务器端的模型，我们称之为 1.0 版本的模型。再将训练好的 1.0 版本的模型部署到车端。我们在特斯拉中控屏上看到的车辆、行人、锥桶，这些都是通过这个模型识别出来的。车端在 1.0 版本模型下开始工作，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长尾问题，及有些它难以识别到的物体或场景。这时候借助特斯拉特有的影子模式，会将这些不识别的数据给挑出，这些数据会被单独拿出来做单元测试。测试未通过的数据会接着送入到第一步的数据容器中，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强，再重复第一步的操作，打标签、训练、生成 2.0 版本的模型，再部署，如此循环，直到覆盖所有的场景。数据是源头，有了数据，整个系统就有了营养。特斯拉称其有数据舰队，遍布全球各地的车辆对于系统而言就是一个个智能终端。通过车载摄像头采集到的道路数据可以上传到系统。这样系统就会采集到大量且多样化的道路数据。除了数据舰队，特斯拉还有独特的影子模式，我们称它为分身大脑，主要目的是迅速完成长尾场景的积累和达到人类驾驶行为的一致的状态。影子模式它不同数据舰队的大量数据采集，它的功能更加明确。它要比较的是车端的操作，包括车端的预测和各类指令是否与人的主观操作一致。如果不一致，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是有效的，应该及时被记录下来，用于后续的神经网络训练和测试迭代。这样就能够更加高效且安全地得到影子模式神经网络的实际上路效果，直到影子模式完全趋近于人类，待到完全一样的时刻，就是人类脱手脱脚的时刻。即便如此，有数据舰队，有影子模式，但特斯拉仍然不能解决一些难点问题。最典型的一次与自动驾驶相关的事故——台湾嘉义事故，特斯拉撞上了侧翻的大货车。我们来分析一下背后的逻辑。车载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都没有识别出前方的厢式大货车，车头一头撞进了货箱箱体。按正常情况来讲，天气状况良好，倒下的大货车也很明显，为何没有识别出来呢？原因是摄像头识别算法一般训练的是识别车辆的后部、侧部以及车辆的头部，工程师可能没有想过哪一天需要识别货车的箱体顶部，因此深度学习模型不能对这个物体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算法不支持识别货车白色箱体这样的障碍物，由此造成了这次事故。这也凸显了深度学习算法的局限性以及长尾问题的困难性。进一步引申，高速下的静止物体识别是目前辅助驾驶的一个 bug， 即使加上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方案，也难以解决这类问题。前面我们讲了特斯拉的摄像头的安装方式，它的神经网络工作原理，以及分析了台湾嘉义事故撞车的背后原因。接下来我们对特斯拉 Model Y 进行了动态 AEB 和静态物体识别的评测，我们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我们来看行人、儿童和白墙的 AEB 测试，这些都是历来的识别难点和翻车点。第一个实验，我们做了静态假白墙 AEB 测试，结果与我们所想的一致，直接撞上，说明 Model Y 是完全不识别的。接下来做了静态成人，成人横穿，
和穿着防疫服的假人 AB 测试。三者结论一致，均能在50千米每小时以下及时刹停，超过50千米每小时发生碰撞。静态儿童的结论与静态成年人一致，能在50千米每小时以下刹停。最后一项熟悉的儿童鬼探头测试，特斯拉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在15千米每小时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翻车。上述5个实验，静态成人和儿童识别，特斯拉表现正常，临界值50千米每小时。相比于静态车辆，临界值下降了一些，但也符合正常的逻辑。毕竟人的识别难度比车辆要大，而对于儿童鬼探头，特斯拉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AP 模式下和非 AP 模式下的100%正面碰撞实验，在 AP 模式下，即使 Model Y 的时速达到120千米每小时 ，Model Y 也能够稳稳的停住，因为其很远距离就能够检测到车辆。考虑到驾驶的舒适性，特斯拉很早就做了平缓刹车的操作。而在非 AP 模式下，人工驾驶到只有 AP 模式下的一半的速度，60千米每小时 ，Model Y 几乎就要撞上前面的静态假车。这次起作用的是 AEB 系统，在系统认为很危险的情况，即将发生碰撞，做了紧急制动的操作，避免了撞车。上述2个视频说明了特斯拉的 AP 主动巡航和 AEB 是2套不同的系统。这也解释了特斯拉手册上为何说 AP 的主动巡航控制模块是选装。前者车为主体，讲求一定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尽早刹车和平缓刹车不属于碰撞警告或规避系统，而 AEB 一直是人为主体，只有到紧急时刻车会接管，此时刹车会比较急促，最大程度减少正面碰撞带来的冲击。解释完上述2个内容，接下来我们做了其他大量的实验。第一个实验，静态假车100%正面碰撞，它的临界碰撞时速是60千米每小时，盖上了车衣，发现检测性能大幅下降，超过30千米每小时即发生了碰撞。第3个实验，静态假车5%碰撞，它的结论与100%正面碰撞结论一致，静态假车摆放45度，100%碰撞，结论有些差异。在未开启 AP 模式下，10千米每小时即发生了碰撞，说明前面假车45度的摆放有识别，发生了碰撞。而在 AP 模式下可以刹停，说明该场景下在较远距离 Model Y 可以很好的识别并及时自动刹停。接着我们对隧道场景做了 AB 测试，完全不刹停。隧道场景的光线明亮变化竟然会对特斯拉的识别性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上述5个实验，除了100%、5%正面假车碰撞，特斯拉发挥正常，其余3个场景均无法识别和发生碰撞。接下来我们做了 AP 模式下固定物体的识别，结果也是惨不忍睹。这些物体我们选择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体，水桶、水马、地锁、自行车、3轮车等等。但对车辆来说，识别这些物体的难度较大，因为这些物体普遍体积较小，样本较少，能给网络提供的特征信息不多，所以造成了对这些物体识别的难度。在不开 AP 的情况下，一般会有防撞预警提示信息，有风鸣警报，这时候起作用的往往是超声波雷达，一般不会自动刹车，因为如果频繁自动刹车，会导致驾乘的舒适性体验极差。上述实验中最让人费解的是 AP 模式下 ，Model Y 在20千米每小时时速下，遇到前方的追桶会有刹停反应，但随后又立即加速撞上雪糕桶。多次实验，多次出现同样的现象，这对高速上可能随时出现的雪糕桶则很不友好。观察中控屏，我们发现雪糕桶是有显示输出的，说明 Model Y 全程都有识别到雪糕桶，前期正常制动，刹停后未退出 AP 模式。紧接着加速到设定的20千米每小时，撞向雪糕桶，也并未触发 AEB， 整个的这个控制逻辑是有问题的。水马、警示杆、路障、三角牌、婴儿车和垃圾桶的结论与雪糕桶一致，均有误识别的现象发生。3轮车和自行车均能够正常刹停，地锁、毛绒玩具、轮胎均不识别，直接撞上。
第4次实验，我们将锥筒、路障、三角牌和水马隔一段距离依次排开，在50千米每小时 AP 模式下，有识别和警示，但依次碰撞。鉴于上一次实验得到的结论，连撞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最后一次实验，我们做了雨雾实验，看一下雨雾天气对特斯拉识别效果和 AEB 性能的影响。无论是2档还是5档的雨雾，特斯拉都能够在60千米每小时及时刹停，这与晴天100%静态测试结果保持一致。总的来说，特斯拉优点很多，它超前的 FSD 芯片、巧妙的摄像头安装布置方式、强大的数据舰队、影子模式、数据引擎等一整套完整的软件系统，这些都是特斯拉极具特色且与其他车企拉开差距的优势点，也是其敢声称完全无人驾驶的保证。但同时，通过本次实验，我们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包括其识别能力，包括其逻辑控制策略等，都是容易翻车的。现阶段的 AP 软件依然不可过度依赖，特斯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真香还是自我标榜？看透无人驾驶，我是晨光。谢邀，我是晨光。经过前面的测试，我相信大家已经初步摸清了 Model Y 自动驾驶能力在国内路况的能力边界。下面我们就来着重介绍一下 Model Y 实现自动驾驶系统所依赖的硬件。特斯拉 Model 系列的车型都采用了特斯拉的第3代硬件解决方案 Hardware 3.0。特斯拉每一代硬件更新的重点在于它的自动驾驶芯片上。它的第1代自动驾驶芯片使用的是全球数1数2的视觉解决方案供应商 Mobileye。得益于 Mobileye 强大的环境感知能力，特斯拉很快推出了他们的第1代产品 AP 1.0。但好景不长，2016年特斯拉车主在使用辅助驾驶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撞卡车事故，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特斯拉当机立断，把这个锅甩给了 Mobileye， 理由是 Mobileye 的能力不行。然而 Mobileye 也不是软柿子，不愿意接锅，选择硬刚到底，直接终止了与特斯拉的合作。这件事情使得特斯拉意识到自研芯片和算法的重要性，在2016年年末投入了英伟达的怀抱，使用了英伟达当时算力最高的自动驾驶芯片 TX2， 并将摄像头的数量从1个扩充到了8个，这就是它的第2代解决方案。再后来，英伟达芯片的价格贵，算力跟不上算法迭代的问题出现了，于是特斯拉选择了自研芯片，并于2019年年初推出了自己的第3代硬件解决方案 FSD。特斯拉第3代硬件除了使用全新的 FSD 控制芯片外，还包括围绕在车身周围的8个摄像头，1个安装在前保险杠的毫米波雷达和12个安装在车身周围的超声波雷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泊车雷达。特斯拉的8个摄像头都来自于同一家供应商，美国的安森美半导体。特斯拉的毫米波雷达使用的是大陆的第4代雷达。这款雷达的正式发售时间是2016年，这已经是5年前的产品了。毫米波雷达可以弥补摄像头不能精确测距和测速的不足。业内常将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进行信息融合，以实现高精度的精确感知。如果将自动驾驶比作人类，只有摄像头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像一个得了近视眼的人，它只能大概分辨出车辆前方有没有障碍物，但具体这个障碍物离我多远，它并不清楚。毫米波雷达的加入，就像给这个位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让他更清晰地看到这个障碍物有多远，跑多快。不过，大陆第4代雷达本身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它不能实现目标高度的测量。比如我开车经过一个立交桥的地方，它会检测出有一个静止目标，但是从数据上很难区分这个目标是检测到的桥，还是桥下停着的一辆车。此外呢，毫米波雷达在隧道、地库的场景中，信号会发生多次反射，这就会出现很多误检的目标。因此，业内很多厂商在做信息融合时，会将静止的目标全部过滤，只使用运动的目标。特斯拉目前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风险就是，即使我毫米波雷达检测到了路上停着的卡车，只要我摄像头没有识别出来，
那就会当作物件被干掉。那么什么是激光雷达？为什么特斯拉搞不定的场景可以通过激光雷达来搞定？那么就让洪泽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汽车擦亮眼睛，不用激光雷达可还行。我是洪泽新。谢邀，我是洪泽新。往往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会推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的发展。最近，特斯拉的 Autopilot 就推出了一项新功能——灵魂感应。国外的一位网友发现，开着一辆特斯拉路过一片墓地的时候，特斯拉居然凭空的检测出来了很多的行人。其他的网友也纷纷发出了过往类似的这种无中生有的视频，于是，一时间特斯拉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超自然生物会对外去发射这种电磁的能量，特斯拉的传感器就是因为感知到了这种电磁的能量，所以感知到了不应该感知到的东西。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特斯拉它用的是以视觉为主的技术路径，并没有用到激光雷达，所以它的感知并不完全准确。今天我会带大家认识一下主流的传感器都有哪些。目前主流的传感器有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以及激光雷达。摄像头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其中一种传感器，因为我们的手机里头都有摄像头，它在一些光线、明暗变化比较快的一些地方，感知会出现问题。超声波雷达，它能够感知到的一个距离是比较近的，我们一般把它用作这种倒车的一个雷达。毫米波雷达，它能感知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但是它形成的这种影像信息并不会非常丰富。而且就特斯拉之前出的车祸可以看到，如果依靠毫米波雷达来感知远方的这种物体的话，对于静态的物体有可能是感知不到的，有可能你直接就撞了上去。接下来我会重点的讲解一下激光雷达。简单粗暴一点的去理解的话，就是激光雷达它的原理非常类似于激光笔，我们对外去发射一个光线，然后我再用另外一个接收组把这个光线给接收回来。目前汽车上用的激光雷达其实主要分为3种，一种是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第2种是固态的激光雷达，还有第3种叫混合固态的激光雷达。机械式的激光雷达，也就我眼前的这2个，是搞一面镜子绕着这个激光源绕啊绕啊绕啊，可以达到更多角度的一个覆盖。固态激光雷达对外发射的一个激光还有一个角度它是固定的，所以它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原理也比较简单。那它的器件也比较稳定，所以造价也比较低。我们平常看到一些无人车上面有这种仪器在转啊转啊转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因为对装配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激光雷达在生产的时候很难达到量产，它的这个坏件率也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我手头上的这个激光雷达，它是一个40线的激光雷达，我们就需要用40组发射光源对应40组接收的一个光源，一一的调试，还特别容易损坏。混合固态的激光雷达，顾名思义，它是拿一部分的这种动态的这个部件来旋转，从而来完成激光的一个扫描的。它需要运动的这个器件是少于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的，所以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更稳定，更加能够容易去满足汽车量产的一个要求。像蔚来新宣布的这款车型里头，就号称使用了激光雷达，用的其实就是混合固态的激光雷达 ，MEMS 激光雷达。特斯拉之所以不用激光雷达，是因为激光雷达目前的成本很高，并且能够达到车规级的还不多，稳定性也不高。目前有很多家车企，比如说小鹏、蔚来，都号称会在新车型里头去搭载这种激光雷达。多传感器融合是 Waymo 采用的主要的路径，在自动驾驶应用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自动驾驶因为它遇到的问题复杂度很高，并且要求安全第一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更加依靠需要多种传感器的这种数据来相互融合，从而去提高感知的一个效果。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听了上面的介绍，我相信各位对自动驾驶传感器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了。实际上，国内的车企诸如小鹏、蔚来、长城、智己，都已经将激光雷达作为主传感器的方案加入了蔚来的计划。特斯拉 Model Y 现在这套纯视觉无冗余的技术方案，是很难在国内城区做到全自动驾驶的。城区道路中存在大量的遮挡场景，冷不丁就横穿出一个满载货物的3轮车，
一旦视觉感知算法的数据不包含这类障碍物，就很难保证驾驶的安全。因此，多冗余的传感器方案是处理极端复杂场景的必要途径。而且，国内厂商已经把激光雷达的价格降到了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了。马斯克，要不咱们考虑装一个吧？你的担心，我的热心，暴力测试让你弄清。大家好，我是江诗丹顿。谢邀，我是江诗丹顿。从造型的角度来说 ，Model Y 的全玻璃车顶是一个很炫的卖点。而电动车作为新生的事物，它自带一种科技形象和未来感。玻璃车顶和前风挡融为一体的设计，让整个车顶有一种悬浮感，进而让我们引发一些对于飞行器和太空舱的观感和联想，很符合电动车科幻的形象，也可以非常好的提升外观档次感，因而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采用它。那么说了这么多好处，玻璃车顶当然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来讲讲大家最高频关心的几个担忧。全玻璃车顶安全吗？它被砸了怎么办？翻车了怎么办？甚至会不会像之前高速上的那台 Model S 一样，整个天窗被大风刮跑呢？首先，被砸这件事情是相对高频且难以避免的，比如说冰雹，比如说高空的抛物等。国内外的法规，比如国标9656和 ECE R43中，都有针对玻璃的冲击或穿透实验的要求。但考虑到过于理想化的实验条件，今天我找来了大家生活中更常见的一些高空抛物，让大家对于安全性的了解更直观，也更接地气。我们分别用橘子、冰块、鸡蛋、矿泉水、玻璃珠、塑料花盆、陶瓷花盆，模拟了5层楼高的高度进行测试。首先，我们请来了这个大家伙，将我们的工作人员带到了15米的高度。我们先来个小预热吧，扔个橘子试试。我们再扔几个冰块试试。开始。哦。再来个鸡蛋。等会儿。那矿泉水会给 Model Y 带来怎样的伤害呢？怎么回事？受伤的竟然是矿泉水瓶，而天幕玻璃却完好无损。让我们的玻璃珠来给天幕玻璃做个亲密接触。哦，它裂了，它裂了！我们终于看到了白色砸痕，真是不容易。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我们今天要硬刚到底，看看它的极限到底在哪。接下来，我有了一个恶毒的想法，我们要测试一个来自15米高度的塑料花盆。动手！哎，竟然只有一圈水波纹裂痕，看来要拿出终极武器，让这块天幕玻璃承受来自15米高度的陶瓷花盆的终极洗礼吧。好，弄到了。动手！好。可以看到，天幕玻璃直接碎成了梦幻星空顶，玻璃碎渣散落在前后排的座椅上。很庆幸车顶钢化玻璃夹了 PVB 胶膜，虽然玻璃裂开，但是其实不太会成为碎片状去伤害到车内的人员。所以说，高空抛物这一块，大家无需特别担心。这和目前更大规模在采用的全景天窗，本质上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会被吹跑吗？之前一台 Model S 玻璃被吹跑的新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那么这块玻璃又是如何固定在车上的呢？其实这里主要采用的是聚氨酯的一个结构胶，
大家别听到胶这个字就觉得像是粘发票的胶水，其实这结构胶也同样应用于前后的封窗玻璃，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那么这粘合力有多强呢？我们这里有一个主流供应商给出的参数，它的拉伸强度可以达到8.4牛每平方毫米，剪切强度能达到6.2牛每平方毫米。我们简单算一下，一张信用卡大小的面积，需要接近4万牛的力才能拉开。也可以问我们负责拆解玻璃的老师，到底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把玻璃和车体进行了分离。特别难的。当然，粘接的效果还取决于贴合面的质量以及工艺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特斯拉官方对于这台 Model S 封窗的回应是，这是因为第三方维修造成的。在质量到位的情况下，大家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放心的。这里再分享一个小彩蛋，简要的介绍一下玻璃车顶的成本构成。一块大面积的车顶玻璃加上隔热中间膜，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元上下。而传统的全景天窗，它的总成会稍微低上几百元，两者的重量也相差无几，都在20多公斤的水平。其实玻璃车顶还是一个吃力却未必讨好的配置，所以说如何获得更好的效果或者方案，是需要我们的外饰工程师和我们的电池工程师不断的共同努力，去进步，去平衡好车内的空间和造型。当前玻璃车顶显然是一个设计优先的方案，总体的安全性方面，我们无需过度担心。只要你不像我一样如此暴力的去挑衅它，翻车的概率应该不会很大。安全无小事，爆燃炸翻天！我是行走的电池安全说明书工科男老王。谢邀，我是工科男老王。相信前面几位老师的讲解与分析呢，已经让大家收获满满，是不是 get 了很多新知识呢？对于新事物的出现，大家都满怀好奇，又时常望而却步。每次电车发生安全事故呢，网络议论都会引发大家很高程度的担忧。大家都知道，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动力的来源。那么，电动汽车的电池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刚刚上市的国产版 Model Y 的电池是否安全可靠？未来是不是会在热搜上的常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对这块电池深度拆解，并且进行极限测试。国产版特斯拉 Model Y 的电池采用的是 LG 化学供应的圆柱形3元电芯，其设计状态呢与早期的这种进口的 Model Y、Model 3采用的松下圆柱形3元电芯结构和设计思路基本一致。而且随着 Model 3的电池国产化，预计Model Y 的电池后续也较高概率会切换为国产的电芯，那么价格也将大幅度的下降。正应了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久久不能释怀啊。那么对于这个占了特斯拉 Model Y 整车超过20%成本的电池包，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odel Y 电池的整包结构。国产 Model Y 与进口 Model Y 和几年前的这个 Model 3可谓是孪生兄弟了。电池包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国产 Model Y 电池包的设计高度集成，那电池包的整个安装层面，它的这个工艺相当的简单啊。电池上下壳体呢，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结构胶粘结的形式，尽可能的去减少它的这个金属件的连接，对于其减重和降本优势呢非常的明显。我们在拆解整包的时候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把这个电池包的上下盖之间给它完全撬开。这个就是我们拆开之后的电池包的上盖，基本上拆完之后它就报废了。电池包的整包层面呢，不具有什么可维修性能，只能靠暴力拆解，把它整个给它分开。那我们顶多能做到呢，就是把我们的电池模组做一个回收。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模组级别整个集成度也非常高，也基本不具有可维修性能。如果模组内部的零件发生了问题，那么模组基本上也就只能报废了。另外跟上一代的这个电池包相比，国产 Model Y 的电池隔震垫呢，基本上也取消掉了。还有点需要吐槽一下的就是 Model Y 它整个电池从整车上拆卸下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耗时耗力。在下面有一圈安装螺栓从下往上安装。那么同时呢，它从上往下也有8个安装点8个固定点呢，藏在了我们乘客舱的这个内部车身的底面下面。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我们要把电池包从车身上给它拆卸下来，需要先把它整个内饰、座椅地垫什么的全部扒掉才可以。这也难怪了，
之前国外的有网友爆料呢，更换一个 Model 3的电池包，光人工费用呢就要1万多人民币啊。我们在拆车之前呢，看了一下整个车的这个电池的底部结构，国产的这个 Model Y 的电池底部呢，基本上是它整车的这个最低点了。特斯拉的整车离地间隙呢，大约就140毫米。除了它是最低点之外，整个电池底部呢，它没有加额外的这个防护板，或者说喷涂，比如说国内常用的这种抗蚀基胶的工艺。在过一些坑洼路面啊，或者说上山下乡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电池的这种脱底的事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Model Y 的模组啊，国产特斯拉 Model Y 呢，也沿用了这种早期的大模组的设计方案。那国内之前炒得热火朝天的这个 B 加的刀片电池和 C 加的 C2P 的这种结构，都是采用这种类似的大模组的这种精髓。不过呢，都是通过改善它的整个体积利用率，来提高电池包的能量密度，整包的集成度呢就非常的高了啊。它模组与模组之间连接的这种高压连接件呢，采用的是这种铝排的这种结构。我们国内基本上呢，一般都采用的是这种铜排的结构。那特斯拉的这种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减重和降本。另外呢，它模组电芯之间采用了大量的这种密封胶灌接的形式，这种设计呢，能对电芯做一个紧固，也能防止电芯采样的这种高压的这种铝丝啊出现一些断裂啊这种情况。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能和它模组的这个温度的一致性呢，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呢，跟上一代的这个电池相比啊，它整个模组的这种灌封胶用量呢就少了一些。我们都能看到上面一些密密麻麻、稀稀疏疏的这个小孔啊。模组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老版的模组啊，它上面有一个底面呢，它有个塑料板，哎，那现在呢这个版本呢，它已经把它取消掉了。那除了这个模组结构上面的特点的话，模组的安装上面呢也有一些特色啊。我们在拆电池包模组的时候呢，侧面的模组总共有10个螺纹孔，但是我们在拆的时候，它其实取消了2个了啊。然后除了这个螺纹孔取消、安装点取消之外呢，它模组以这个纵梁固定的2个点，它也给它取消掉了啊。特斯拉真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是不择手段啊。不过对于这点我们还是有余力的，因为它本身整个模组的这个框架结构用的都是一些塑料的这种紧固件，你螺栓、你的固定件取消掉，那么这种降本方式对于车辆后期的这种使用，它性能是不是会有影响，还有待商榷啊。如之前所说的，国产 Model Y 的电芯呢，采用的是 LG 的这种圆柱形的3元电芯。整个大模组设计呢有1150颗，小模组的电芯呢有1058颗。模组电芯数量比较多，每颗电芯的这种正负极都采用的是这种铝丝来键合，制造工艺要求极高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产品呢也在用类似的这种工艺啊，成熟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过我们一般都采用2根这种键合丝来做一个双层冗余的设计，防止其中一根断了，那么另外一根还能够正常使用。不过，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灌胶的结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对这种键合丝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企业呢，多采用这种方壳或者软包的电芯成组之后再集成电池包，不管是模组成组还是这个电池集成，大都采用这种金属的紧固件啊。相对于这个 Model Y 来说，它的这种塑料的紧固件，那么形式就要更可靠一些了啊。比较少采用它的这种结构胶的形式来直接灌装。同时呢，我们考虑到国内政策补贴能量密度的这个需求，也比较少将电池包和我们的这个高压系统做一个深度的集成啊。另外呢 ，Model Y 它采用的是这种主动式的保险丝，我们也叫它烟火开关。那这种开关呢，以前是主要用在这种车辆的这种低压系统上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2伏系统的气囊点爆的这个回路里边。很少用在高压上面。那特斯拉呢，它首先用于高压啊，这种呢也是属于比较激进的方案了。现在国内应用的企业呢也不多，主要原因是考虑它这个可靠性的原因啊。但是特斯拉在这点上呢，从来没有怕过的，对不对？更加激进的是，你看它的模组已经这样子了，对维修性基本上不做考虑的。如果说里边有一颗电芯嘎坏了，那么全部换掉啊。也就是说在特斯拉的原理里边呢，汽车和大家现在手里边的手机也好，平板电脑也好，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Model Y 的这个电池管理系统。特斯拉的这个电路集成板，这是特斯拉的这个 BMU 电路集成板。它电路集成板上集成了高压转低压的这种隔离 DC-DC 啊，分别给 BMU 12伏分流器等进行供电或者充电，以保证我的整个高压系统呢能够持续的工作，不会轻易的掉电。同时呢，它的主板上呢也集成了电子的预充功能啊。
可以省去我们国内常见的这个预充回路，省了一个继电器，省了我们的预充电阻，可以实现比较可观的这个成本下降的。那模组的这个 CMU 跟模组的连接呢，是采用这种比较细的这种铝丝焊接，那这个呢，它就采用这种双层键合的这种形式的，做一个冗余设计，简化了整条的采样线束。另外呢 ，CMU 回环通信增加了电行采样的这个可靠性。Model Y 的电池呢，还有2个白色的传感器啊，还有2个白色的传感器。初步分析下来呢，应该是2个净水传感器，因为模组的这种，它本身这个模组的这种倒置的这种结构设计啊，会让电芯的这个正负极呢，属于一个底板比较近的这个位置，属于电池的比较底部啊。如果说电池内部进水较多的话，会更容易导致电芯的正负极短路。如果说正负极短接了，形成短路了，那么危险系数就相应的增加了。实事求是的说啊，Model 3的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它的整个电池包的热管理系统确实做得相当不错啊。不管是热管理系统的整个设计思路也好，它的水冷板布置也好，还是这种电芯的这个导热的这个效果也好，导热传递的路径也好，对于电芯的这种散热呢，都能起到非常高的这个效率。相比海外版的这个 Model Y 以及进口的这种 Model 3，最小的这个管径的快插件呢，它最小管径的这个快插件在直角的内侧增加了一个卡爪，水管的这个接头形式呢，由原来的这2个爪子啊变成了3个爪子，提高了它整个接头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但是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它比较脆，一掰嘎断了啊。模组内部的冷却板之间的这个连接短管，模组内部2个冷却板之间这个连接短管呢，它也做了一个工艺的升级啊。在它的一侧呢，它通过一个塑料的这个堵头来设计优化啊，通过塑料的这个堵头过银配合来实现。猜测呢，安装的时候呢，是通过直接敲接的形式敲上去的啊，基本上也是属于一次性装配了。因为我们在给它做拆卸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很容易变形啊。如果说它在装配不当，或者说它气密性出现失效的情况下，你这个返修就变得很麻烦。那相比其他品牌的电池包 ，Model Y 的这个模组集成呢，主要还是以塑料为主啊。整个模组的这种底部也好，或者它侧端板也好，基本上都以塑料件为主。那其次呢，就是它整个发泡的这个工艺啊，做一个灌接。那这种呢，温度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相对于国内主流的这种热管理系统的设计来说呢 ，Model Y 的热管理系统结构复杂程度比较高啊，整个电芯散热效率比较好。那同时呢，冷却系统的成本呢，也就并不便宜了啊。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电池防火安全设计上面的一些情况啊。根据特斯拉的这个规划呢，明年预计生产超过40万台的 Model Y， 如此大量的产品投入市场，再加之之前特斯拉一些车型爆出的这种自燃啊和起火的事件，安全性是很多网友的关注焦点。为了能更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Model Y 它的一个电池热失控的安全性能表现，我们特意协调资源给大家开展了一个电芯和模组层级的这么一个热失控的测试。那我们的测试方法呢，都是参考的国家标准测试方法。至于为什么我们不做整包级别的测试，因为我们只有1个电池包，而且还拆了。所以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电芯针刺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做电芯的这个针刺实验的主要目的呢，是因为通过这个针刺实验呢，去验证一下我们电芯出现内部短路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形式，它的安全性能怎么样啊？需要让他们用个冷却，先把它降个温，降完温之后，等它风险没了，然后我们再拿出来给大家展示。通常情况来看，这种电芯或者怎么着，还是需要带好相应的防护的啊，主要是防止它喷发。从这个上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已经没了，温度也正常。OK， 刚刺过去，然后里边马上发生内转，然后从这个薄弱环节，还有它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下阀的这个位置，直接就喷掉了。那刚才能看到那个像放烟花一样的那种效果。那挤压实验本身是用来模拟我们的电芯或者电池在正常使用的过程里边，如果说电池包受到了这种外部的比如碰撞啊，或者说电池比如类似于脱底啊，会造成它电芯内部模组啊、电芯这种结构的这种变形或者侵入，然后导致它内短出现的一些安全性能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做了个实验。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对 Model Y 电芯的这个挤压测试，然后在挤压力到了22.88千牛的时候，它整个挤压变形量大概27.4%，然后它就突然爆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劲爆的，把大家都吓了一跳。这是它的底部啊，这是它的顶部，这一挤导致它内部短路，然后巨大的这个短路的压力啊，直接从它的这个那个气压阀的这个位置，直接就从上下，然后就直接崩开掉，所以那一瞬间的声音就跟放烟花一样，还是相当刺激的啊。从单体的这个角度来说，结构的损伤对它来说危险性还是很高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模组层级的这么一个热失控的测试，看看特斯拉的电池防火设计在单颗的电芯发生起火之后，它的保护性能怎么样？画面里面也能看到，它这个爆掉之后呢，基本上起了点火，然后慢慢的温度也就下去了。它整个电芯模组的这个电压没有太大的变化，周边的话也没什么其他的影响，就大概烧黑了一点点啊。刚才看了一下，整个模组的电压跟测试之前是一样的，所以它这种并联的这种电芯有个好处，就是其中有一颗出了问题，整个不会影响它这个电压。所以如果它没检测到这个点爆了的话，那它车还是能开的。它这个热失控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从本次3个热失控测试结果来看，如果单体电芯发生热失控，其热失控的剧烈程度和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模组的针刺试验结果来看，即便单颗电芯发生的热失控，也并未引起其他电芯的热失控。着火的电芯喷完火后呢，周围的温度很快就降了下来，模组电压保持稳定。Model Y 的这种电芯并联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在即使发生了单颗电芯热失控，也可以直接不管它，不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这点还是超出我们预期的，这种设计也很大胆。模组层级虽然是单颗电芯发生的热失控，但是呢，因为它本身整个这种灌封胶的这种结构设计，将单体电芯呢都封装在了它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里边，对于热失控的这种蔓延的防护效果还是很好的。另外呢 ，Model Y 整包设计有2个防爆阀，这2个防爆阀呢，在热失控之后可以将电池包内部产生的极具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防爆阀直接导向性的泄放到电池包的外部。那对于用户安全性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给用户留了一些逃生的时间。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呢也在用类似的设计，不过呢 Model Y 模组电芯的泄压阀朝向呢和它底部萤幕板的设计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电芯泄压阀朝向的设计采用萤幕板加上它整个铝托盘这种几乎粘接的形式啊，虽然它的整个电芯泄压阀是朝向的，那么在极端高温情况下或者电芯发生热失控的时候呢，它会向下进行一个火焰的喷射。在这种情况下，有萤幕板的防护呢，它不会直接喷穿它的铝部的这个铝合金托盘。那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做好一个热安全的防护设计。那很多这种现有的产品呢，泄压阀呢是朝上的设计，然后的话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托盘。那在我们的模组和我们的托盘之间做一些防护的设计，比这种方案呢，特斯拉相对来说会更简单，而且可靠性也是比较高的。在这呢，老王还是要多说几句啊。单体电芯的热失控呢，整个反应不能代表整包级别的热失控的性能。我们做这个测试呢，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啊，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在极端情况下电芯起火的一个表现形式是怎么样子的。电芯整个电池包的这个防火安全性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那国家标准呢，自今年1月1日起呢，就要求满足至少5分钟的这个电池热失控提前报警的这个要求了。而且呢，国内呢已经也有厂家能够做到提前30分钟的这个热失控报警，甚至能够做到永不自燃，就是火焰不喷射到外部。当然了，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总的来说啊，通过我们对电池的这个拆解和测试，让大家对国产 Model Y 电池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相比进口的 Model 3或者 Model Y 电池呢，国产的这个电池成本有所下降，在它的结构安全性系统安全性、底部这个撞击的防护性能方面呢，都有一些下降吧。整个性能呢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新能源产业飞速发展，电动汽车呢作为汽车工业发展重要的一环，也备受关注。特斯拉对造车的重新思考，很多这种颠覆般的这种做法，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同时呢，也正在间接的推动国内的汽车产业快速迭代，推动整个产业升级。无论你是汽车行业从业人员，还是汽车爱好者，通过这次我们对 Model Y 的拆解，对电池的测试，我们都希望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认知和更大的启发。那进度条走到这里呢，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栏目已经接近尾声。欢迎知友们在社区继续讨论，也欢迎持续关注知乎汽车，关注我们拆车实验室。有问题就会有答案，大不了拆给您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谢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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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洪泽新。你语速稍微再慢一点点啊？要重来吗？3、2、1，废了，快点废了！前进别播。人在上。